Auntie Orange 的姐姐，你们好，好久没有 gathering 了，几时来 KL？ 来，我带你们去吃东西。为什么你要打我家人的主意啊？不是啦，因为我是一个很好客之人，好不好？而且呢，我真的对 Orange 很好哦。你们几时来？几时来？我们来 gathering 好不好？哎，讲真的，我现在还是面对同样的问题啊，因为我很多朋友来找我的时候，我已经带光他们去吃我们平常会吃的美食啊，怎么办呢？我们上次不是有介绍过吗？已经带他们去了。OK， 只要有我们两个人在，你们不用担心找不到好价又可以 gathering 的餐馆了，就好像这一家。嘿，餐车。就是这里啦，好地方。对，你们看得到咯，现在这个时候呢是坐满了客人，所以可想而知，他们是很受欢迎的。我跟你说，现在是白天，你看一下晚上。可是今天我们来吃的呢是中国料理哦。哎，又是麻辣。不是，不然。我们来形容一下。好，团结团结就是力量。一个外皮紧紧包着，温暖的感觉。滑溜溜，酸酸甜甜的。哎呀！不要形容这么多了，反正它就是很好吃的就对了。Go！ 这一桌美食是不是很符合我们的题材呢？真的 ，gathering 团团圆圆，我差点就以为我们要新年了，你知道吗？啊，只要一家人在，天天都是可以很像新年那么幸福的哈。哎，你知道吗？团圆的代表，我自己心目中。就是饺子，好兴奋哦！看到饺子就，而且这个是算是素的，没有肉的啊，它是韭菜鸡蛋。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吃这个韭菜鸡蛋的？是因为呢，这个是最传统的哦，啊，或者是韭菜猪肉的。它这个有2个蘸酱，一般的饺子是吃醋和姜丝的，还有这边的是蒜蓉蘸酱。蒜蓉蘸酱，我跟你说，中国的朋友最喜欢蘸这个蒜蓉蘸酱了，因为最道地哦。他们的韭菜的味道真的很浓郁啊！吃一口哦，感觉到就是那个韭菜的味道就冲上脑了，哇，很厉害！可是我最喜欢韭菜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的那味道非常的重。然后我发现韭菜还有这个蒜呢，其实真的很搭配，搭配，因为它们的味道都是比较属于重一点的。所以呢，就算你是这个饺子，它是用清水煮，可是这2个味道搭在一起，它的那个味道就是非常浓郁。对，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饺子的皮哦，虽然是厚，可是吃下去的嚼劲或是口感还是很好的，有一种很饱满的感觉，可是依然有弹性，因为太薄是没有口感的哈。然后太厚，只是面粉味也不好吃。饺子的皮我就喜欢吃有这种厚度的，对。然后因为他们是用手捏的嘛，所以你吃的时候呢，就有那种参差不齐的那种口感，有厚有薄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它里面哦，因为有加入那个蛋碎，一点点的不是太多，可是它有蛋香味哦，然后它也使到它的饺子变得更加的有一种饱足感跟饱满啊，所以吃下去的时候口感很丰富，真的大力推荐给大家吃一下这个。再来，我们趁着吃这个好不好？叫做锅包肉，他们选用的都是肉眼有安，就是里脊肉。对，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部分的肉呢是特别的滑嫩好吃的啊。然后这个呢，它就是用竹粉去炸，没有放调味料，它有味道的是这个酸甜酱，酸甜酱沾多一点。好，好吃哦。它这样子炸哦，跟我们平常吃炸鸡的炸粉或者是炸鱼片的炸粉完全是不同的。它外面这层炸衣呢，它的密度非常的小，有没有感觉到？很像在吃虾饼的那种。也有一点吃那个锅巴，你知道锅巴吗？米啊，对啊，米汤那种啊，它很脆的，可是它脆到不像那种炸鸡的那种外皮啊，那种嘎嘎声的。然后你一咬下去，它里面的那个肉呢，还有一点肉汁。最重要的是它这个酸甜酱很适合我们的口味耶。无论是老人家小孩，你一吃这一道菜的时候，你一定会很开心，心花怒放，因为酸甜的。最主要是它虽然是炸的，然后酱汁是酸甜的，可是它不温不火，不会很想劲的那种，就吃得很舒服的呢。到目前为止，这2道菜其实都没有那种很重口味的那个感觉。
叫做炖菜，把很多的菜，好像有这个豆角啊、玉蜀黍啊、马铃薯啊、茄子啊、花肉啊、排骨对，是放在一锅里面炖，要煨熟了。大家也知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丰收的时候嘛，就所有的菜都聚集在一起啦。你看对啊，来试试就很丰富啦。我觉得这个马铃薯炖得很好。那个马铃薯它本身就是很软绵了，还有一点口感在的。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这个豆角，这是从中国进口的啊，是这一道料理里面呢比较贵的一个材料，一定要吃一下。你刚才吃了没有？吃了。吃了怎么样？薄薄，可是你咬到里面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微微脆脆的，它里面那个豆，虽然它所有的东西都炖得比较软烂，可是它因为味道好的原因，你就不会觉得软绵的感觉不好。然后呢，我觉得它那个花肉啊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花肉让我来吃。那个肉的花肉让我香味来吃其实有在一些菜的上面吃得到，有煮进去，有吗？有吗？一定要带你的家人来吃，这个很下饭。刚刚那个花肉哦，一吃进去，它好像一直弹我的那个嘴巴里面的舌头那些，然后它就吸收了这个酱汁嘛，又不会太咸的，然后也有一种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因为它很薄，所以这整碗东西吃下去就是觉得哇爽。而且你看啊，它其实有一定的油分在里面，所以呢，它蛮保温的。虽然看起来它是一道很普通的菜式啊，可是它煮出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家的味道。这是我觉得它很珍贵的地方。真的很像家里煮的，真的对，太棒了。所以啊，可能对中国料理啊一直觉得是重口味的朋友，可以来这边试试看哦，试试看我们介绍的这几道。大家都很喜欢吃饺子，可是你知不知道，原来饺子呢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了，而且它是源自于东汉时期啊。是，而且你知道吗？这个饺子呢，它是用蒸煮的方式去烹调的嘛，然后呢，最可以保持这个食材的鲜美度。对，而且它所有的营养呢都锁在里头嘛，所以呢，中国人逢年过节都吃饺子，除了好吃有营养，也代表着团圆的意思啦。尤其是东北人，他们真的爱饺子如命，所以就流传了一句话。什么话？大家都会讲啊，叫做好吃不过饺子，然后饺子 level 很高，不会超越饺子的。可是来到马来西亚，好吃不过好价，只有好价可以超越好价。对。好香，好香。喂，唉，现在住condo啊，真的很好。走下来哦，就有很多餐厅、cafe 哦，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咯。哎，不错哎，而且啊，你要有朋友来你家，你就自己不用煮啊，就直接来，我们下去 gathering 吃好料。对，而且啊，我跟你说，人多好办事。你看后面啊，哇，团结就是力量啊！你要玩水啊，就这样子玩啊。不是，这个是团聚，我最喜欢团聚的啦，不是吗？不是是吗？转啊！嘿，哇，这一家太一柠檬鱼哦，看起来很色彩缤纷。是。然后我听说他们是中国广州那边来的一个 franchise 的。是。哎，柠檬和鱼做一个结合哦。哇，我没听过嘞，也没有吃过。柠檬鱼哦，可是它这边好像是那种火锅类型的啊，是怎样的我就不知道。哎，可是一进来看一下他们那种灯的装饰啊，或是他们鱼的造型嘛，对，还有他们的壁画等等，其实都很有特色了，很有活力，对不对？然后这个就是酱料区，你自己可以选择你自己要酱料，太棒了！火锅真的是很多华人非常喜欢的美食，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一锅熟啊，然后大家就可以吃得很开心，在旁边聊天，对不对？啊，等下我吃哪个酱？好啦，我们去等食物啦。锵锵！开胃的柠檬鱼、椰子鸡、咬麻啦，还有鸡马盖啊，一家大小啊，男老少、朋友、家人都会喜欢的啦。真的，而且你知道吗？柠檬，哇，它的营养真的很好的啊，养颜呐。嘿，
你妈妈一定会喜欢这里的。为什么？因为哦，当你吃这个深海鱼石斑嘛，对，再加上这个柠檬，因为鱼本身有很多的胶原蛋白，对，营养又高啊，对，维他命 C 哦，有帮助这个胶原蛋白合成，所以你妈妈一吃了之后，立刻那个胶原蛋白满满砰砰啊。因为我们有吃过柠檬鸡柠檬鱼片饭。可是很少是拿来这样煮成一包东西的。好，先喝汤啊。哇，好好喝。来这里吃，他们的吃法就是一定要先喝汤，喝了半碗呢才吃鱼。然后这个汤呢，真的有柠檬的酸甜味道。很香，很滑。真的，因为有时候啊，就是我们听到有柠檬的元素在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应该只有 juice 是最浓的啦。其他好像鸡肉啊，就是稍微点缀嘛。可是因为它这个是煮成汤，鱼汤，所以它的柠檬一定要放够多，它那个酸味、甜味才会出来。它这个真的有尤其是你再让它滚一滚啊。它的柠檬的味道就更加入味了，而且其实因为它这一个汤哦，本身是用那个鱼骨去熬煮的所以再加上柠檬的酸甜，其实它也带有那个鱼肉本身的鲜甜的味道。然后整个呢，不是说那种稀稀水水的，是有点浓稠的，很温和的。它这个鱼肉，因为它是用石斑鱼，它的骨头会稍微少一些，然后肉又比较大块，很顺呢。吃了你不会觉得人生有阻碍，很好吃就不用一直拼命的挑骨啦。他们的石斑鱼片因为就是切的那个厚度刚刚好，所以咬下去很有口感之余，好吃，它够滑嫩，不会老而且它也是有吸收了一些那些柠檬汁所以它除了说它的鲜甜味道，还带一点那个柠檬的香滑酸甜这样子，整个就是很好吃的感觉。真的，它够顺够滑，而且还有稍微过油嘛，所以呢，你在吃的时候，你不会说你吃到那个肉是散散的，它还是很完整。吃的时候就很大口，这样可以咬到很大块的肉。来，再来，我们要吃这个了。就有放这个枸杞子有放红枣然后这个鸡肉就是菜园鸡，然后你看非常贴心，如果你的汤完了，它准备了1瓶椰子水，让你可以倒下去，就加汤的意思啦。很香椰水的味道是。我刚刚问老板，他们说他们只是用椰水，再加鸡肉，还有其他一些药材红枣等等，完全没有加水，没有加什么调味料，很天然的味道。我们喝过，我们介绍过很多椰子鸡，这个算是属于比较更重口味一点的，更香浓，而且椰香味、椰子的甜味都很出色的一个椰子鸡。而且我觉得它可能就又再加了红枣。还有那个枸杞子，让它更加有味道，很香。其实你咬到那个红枣的时候你就真的觉得你是在喝一个很清甜的药材汤。可是它不是药材汤，它就是椰子鸡汤。这个菜园鸡真的很扎实，是很有嚼劲没有多余的脂肪，所以配这个椰水来吃的话，是最好的一个选择搭配所以我说。Gathering 一定要吃这种比较有特色的，而且可以吃很久的对，如果你自己觉得你不想再加火锅料，你要这样子吃也是非常的丰富的，绝对不会说少什么味道。这个是芝麻鸡。很好吃它有那个秘制的味道，它又不会把它炸得很脆很脆，好像炸鸡那样，又有芝麻的香气，好吃整个味道调到刚刚好。你知道那个皮的部分有时候还有点微微脆脆的，最主要是它的酱料也调得蛮好，不会说过甜，因为有时候秘制鸡还有一点蜜汁在上面的嘛，你会很怕它太过甜，有点抢掉那鸡肉的香气，这不会。每次我们来吃好像类似这种有火锅类的我们就比较少去注重它的一些阿拉卡的食物或者是旁边的一些炒菜什么，这个可以点呢，可以，这是 Gathering 真的来，很好吃，所以我就说叫你妈妈常来 KL， 来 KL 我们就带她去吃东西，人就很开心的，对不对？安迪，你看我脸是不是很有胶原蛋白，砰砰的，好像有点过多有一些应该也不是关胶原蛋白的事吧。所以你妈妈每次看到你就要教你，不可以这样讲话的，来喝水。
爱的大家，柠檬真的很有营养的。你知道啦，如果泡柠檬水啊，你可喝多一点柠檬水，你就可以提升你自己的免疫力，而且呢，还有提亮皮肤的效果哦，是不是？如果你觉得喝柠檬水好无聊、好无趣的话，我这边有个小 tips 可以跟你分享，你就买那个有气的矿泉水，可是它是无糖无味的那种啦，哦，然后呢，你就切好柠檬丢下去，你喝的时候感觉很像喝汽水，然后你喝完了还可以打一声，哇，清凉解暑，而且对身体又好哦。最主要是它不是汽水，它没有那些糖分哦。你想更多啊，吃一面来。我跟大家分享，吃火锅，真的可以试一下，真的，I like it。Bye。好香，好香。喂，你识货我带我来这里，最近这里啊越来越旺了。当然啦，这里是吉隆坡的市中心啊，很多建筑物呢都是古色古香的，所以你来这边哦。参观啊，打卡拍照是最好的，而且还有很多美食。真的，附近啊越开越多间那个 cafe 啊，都是那个老建筑啊，然后呢重新翻修，然后做的很漂亮的 cafe。这一家是其中一家，不过我们要去这一家呢，我觉得更有南洋风味啊！你看一来到，哇，很多椰子树的那种，好像类似盆栽啊、装饰物这样子哦，里面的那些墙壁啊。都是比较 raw 的那一种。你看，他还把一些旧的门啊放在这里做装饰，对，很有 feel 嘞。你看它的这个吧台，是啊，很漂亮，有很多古物在那边。如果他们的装潢啊都已经这么有 feel 哦，我相信那个食物呢应该不会差到去哪里。我非常期待。是咯。Birthday Burger 你有吃过没有？然后有 Big Breakfast 的 pizza， 你看很大个一个 pizza， 然后还有这个咸蛋鸡扒。我跟你讲哦，来这边 gathering 啦，大人小朋友都一定开心，一定满意。真的，而且呢，真的是融合我喜欢吃的本地美食在一个西式料理里面呢。感动哦，来开餐啦！那我们先吃这个 Big Breakfast Pizza 了。大家都知道哦 ，Big Breakfast 的意思就是会有蛋啦，有香肠啦，可能有一些 bacon 啦，什么都有的。然后这个就是将它们全部剁碎了，全部放上在这个披萨上面啊。是你当你这样子看的时候，我以为是厚的饼皮的披萨，可是呢，其实它是料厚到变得好像厚饼皮的披萨。我第一次吃到哦，不是脆皮的披萨，它是很软的一个披萨，可是它放了很多料。很多 cheese， 然后咬下去哦，咸香味十足，而且它这个鸡肉的香肠很香。它的饼皮就是那种非常薄的，原本是可以做成 crispy 的，可是因为它料非常多，所以它就是比较软一些些，可是吃起来还是香的，有那个饼皮的香气。我拿到这个呢，是有一颗蛋在上面的，所以你咬下去，口感是有这种软软蓬蓬的感觉，然后又很香。好好吃哦！我是觉得它的披萨皮呢是很有特色的，因为它不要做到它脆哦，是有原因的。因为你放这么多料，如果是脆的话，可能稍微就比较容易腻一点。可是这个软软的，它好像有点 roti canai 那种 feel， 葱抓饼，然后软软的，然后再加上很多的 cheese 啊，然后很多的香菜、香料等等啊，它就是一个很中西合并的一个披萨，很好吃。再来这个，好像也蛮 heavy 一下哦。哇，咸蛋口味的这个 chicken chop 哦。对，其实咸蛋口味的 chicken chop 呢，很多地方都有的。不过呢，它还有放了黑胡椒在里头。哦，很浓哎。这个厨师哦，他真的没有给你客气哦。咸蛋黄的味道很出色，再加上有黑胡椒去中和它，它的那个咸的味道比较多一点点，然后再配合那个鸡肉的滑嫩啊，很 juicy 的感觉，一流，真的很一流。它的咸蛋味真的非常的出众，然后这是比较偏咸一些，可是呢，这个时候你吃到胡椒、黑胡椒的香气呢，然后增添一点那种微微的辣，所以呢又有一点中和的那个咸度，所以吃起来整体上是很 OK 的，真的好吃，而且它的鸡肉其实也没有炸到很脆的那一种啊，就是蛮天然的那一种，不一样的那个口感啊。它的微辣还有包括来自这个小辣椒，有没有？
下来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的镇店之宝，因为他们是特地请一个安哥哦，专门来煮这个sambal petai。特别请一个人来专门煮。它这个面包也是选用那种奶油比较重的。大家看一下，你看它的鸡肉是不是很厚一块啊？哦，真的哎。然后这种这样类型的 burger 呢，其实就是会导致人家很开胃的，然后吃了，很好吃，你煮到很好吃，真的很开胃了。哇，它的三巴就是我们平常吃到那种好吃带甜的三巴。没有，它还有放那个阿三水啊，有啊，它有酸甜的，所以这个哦，它酸甜辣这样子很开胃，而且最重要是什么？当你的这个sambal belacan哦，没有太浓郁的时候，其实不会让人家觉得说很重的负担，而且它的鸡肉啊，这个鸡肉块呢也是很滑嫩的，不会干柴，再加上里面有很多菜啊，还有那个荷包蛋，所以口感之丰富啊。真的是数一数二的，不是开玩笑。对，而且我觉得啦，因为在这里呢，就有很多的游客嘛，可能你叫他直接来 try 我们的 petai 啊，他们会有一点难接受。可是用他们熟悉的 burger， 然后掺入我们本地的风味，他这样子他就慢慢理解到 petai 的美味了。而且啊，你知道很多外国人哦，他们一早起来是喜欢吃什么呢？吃 smoothie 啊，来 smoothie。这个是那种烤过的 granola， 就有那种 oat 啊，有那种坚果啊等等的，还有一排香蕉，还有一点那个红石榴。OK， 一定要给这家店哦敲一个 sign 哦，就是说他们很有艺术气息，连食物的摆盘可以摆到这么美耶。它是 mango smoothie， 然后我要掺点 banana。这个 mango smoothie 真的太好吃了，因为它有冰沙、yogurt， 还有新鲜的芒果。所以哦，吃下去真的很顺滑，可是又有那个芒果的酸甜味，很香。对啊，如果大家去到什么地方哦，有发现到美食很好吃的餐厅餐馆的话，记得 email 给我们啊，让我们知道好不好？给我们知道它的地址啊、电话资料等等，我们将会有专人哦去试吃一下。如果真的好吃，我们就去拍摄。Gary， 我跟你说，我一些朋友啊，他们在吃到冷、热、甜的食物的时候啊，会感到牙齿很刺痛、很酸痛据报告显示啊，有44%有牙齿或牙龈敏感的人啊，他们会特别改变自己的刷牙习惯，避开那些疼痛、很不舒服的位置。其实这样子反而会导致那个粘性细菌膜，也就是所谓的牙菌斑的产生。那些没有被刷除的牙菌斑啊，其实是很容易导致这个牙龈肿胀，或者是有口气等等的问题啊。还有啊，珐琅质的脱落呢，是会导致牙本质内层暴露的。所以真的很谢谢你啊，推荐我这个 Sensodyne Sensitivity and Gum 牙膏，让我避免这一切。不要客气啦。照顾好自己的牙齿和牙龈健康呢，才能够开开心心的去享受每一道美食嘛。而且你要记得，这个Sensodyne的 Sensitivity and Gum 牙膏呢，是可以提供双重作用，可以在敏感区域呢积极构造保护层。我知道，而且还可以舒缓敏感性牙齿嘛，还有效的去除牙菌斑还有啊，就是改善牙龈健康。这个双效牙膏啊，可以同时对抗这2个问题。哇，你真的很厉害，我是专家了嘞！最近牙齿看起来美吗？漂亮了，健康了啦！擦啦！